被卖去玩物坊。怎么仙界也有人玩这种低级的事？看来不管是哪里的人，总有恶人存在。跟我说说多少灵石？哼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能拿出1万中品灵石吗？是造。快走，犯事了！今天谁都别想跑！那2个可是玄仙强者，竟被夏风一掌解决了。小姐，他是仙君境界的修士，你小心。仙君既然是和父亲同级别的强者，为何要装成真仙？如燕一听到仙君的实力，吓得退后了几步。你不要过来，我爷爷可是仙王卢道迷。具体是怎么回事？这情况是这样的。迎宾小妹快速把事情的大概讲了一遍。如燕见夏风没有注意到自己，连忙向另一个女子使了一个眼色，示意她去通知她爷爷。夏风，你到底是谁？我还是那个我，依旧是你们招过来的人。把衣服包起来吧。好。我没有灵石购买。说完这句话，池慢慢低着头，不好意思去看夏风。我也没有，不过送灵石的人马上就来了。谁送灵石过来？要不别买算了，这里是青龙城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如燕在一旁可是听着池慢慢这样说，胆子瞬间大了起来。你们有本事别跑！夏风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等会说给你买下衣服就必须买下。主要是夏风身上也没有多少灵石，想要借一些灵石来用。何人胆敢殴打我卢家的家？爷爷，你再不来我就要被打死了。燕儿，听说你被人打了，爷爷马上赶了过来，伤在哪里了？爷爷给你出气。爷爷，是他打的我。一个仙君境界的人胆敢在青龙城放肆，报上你的名号。卢道迷也没急着动手，觉得这么年轻的仙君背后肯定有着强大的宗门，先打探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。我还等着你来付灵石呢。你孙女辱骂我在先，赔偿我精神损失费50万枚上品灵石，此事就作罢。赔偿50万枚上品灵石？老夫从未见过像你如此嚣张的人，我替你家里人教训教训你。谁他妈说这是仙君的实力？明明是仙皇的实力。仙王说秒就秒，这是自己招来的真仙境界修士。此时卢道迷猜测到夏风最低都是仙皇强者，也不敢再放肆。多谢上仙手下留情。把衣服的钱付了，晚上准备好灵石，我过去拿。夏风说完就把衣服递给池漫漫。此时池漫漫懵逼的接过夏风递过来的衣服，还没有缓过神。走吧。好。直到夏风下楼后，卢道迷都还不敢下去。爷爷，这怎么办？先回去吧。夏风走的时候可是让他回去准备灵石的，他都不知道去哪里搞50万上品灵石。今天的事情你就当没有发生过，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，不要忘记了，我收了你父亲的灵石。这怎么行？这可是仙皇境界的人啊，一辈子都不一定见得着，竟然还会给我当保镖。你听我的就行。好。回到酒楼后，池漫漫吩咐池商路再开了一间房给夏风，毕竟夏风可是仙皇级别的强者，不可能让他跟别人同住了。小姐，又重开一间房干什么？你别管，我自有安排。池漫漫接过门牌号，没有回答池商路的话。给你一个人一间房。夏风没有拒绝，接了过来。你晚上还要出去吗？那你注意安全。城主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他敲诈我50万上品灵石，我实在拿不出来。真是狮子大开口！你是我青龙城的人，我自会护你周全。多谢城主大人相助，在下感激不尽。谢就不必说了，你虽然不是我府上的人，但也是青龙城的人。如果连你们都看护不了，我做这城主有何用？是，到时候在下必会奉上重礼。既然我来了，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去。一个仙皇在青龙城还翻不起浪花。有了城主莫须有的保证，卢道迷心里终于舒缓多了。夜幕降临，夏风来到了卢府府内。灵石准备好了没有？他来了。小友，可否卖我一个面子？此事作罢。本座乃青龙城的城主莫须有。你这么快就找过来了？这不是有你的华为 Mate 60连接卫星吗？定位可准确了。这宝物你们怎么得来的？夏风左下角免费领的。还会撒谎了？我下载没看到能领手机啊？你是从我左下角下载的吗？别的我不知道，我左下角绝对真实有效，里头1万台华为 Mate 60和苹果15，见者有份，很多人都到手了。我领的苹果15都用很久了，还顶配呢。我下载了，没有领取界面啊。不能光下载不注册，你得实名认证啊。还真有，我验证过真实性的，现在还有不限量 iPad Pro 配套送，链接在就能领。这回也不麻烦吧？简单，就认准我左下角下载注册首充1元领648的满街神装和 VIP 2天飙升500级，苹果华为秒发货。原来是城主大人啊，那城主大人手中有多少上品灵石？夏风没有在意莫须有的言语，反而问到莫须有家中有多少余粮。老子跟你说的是这个问题吗？再说我家里有多少上品灵石跟你有1毛钱关系？这位小友，本座话中的意思你还是没有理解啊。我说你们之间的事情就此作罢。
我的话你也没理解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既然来了，那就一起付零食吧。狂妄，老子是来做和事佬的，可不是来掏零食的。卢道迷心里微微窃喜，夏风3两句把莫须有也拉下水了。跪下！莫须有和卢道迷两人突然感觉到一股来自天际之外的压力，压得他们喘不过气，硬生生的跪在地。莫须只感觉浑身汗毛竖起，脊梁骨发冷，身子都不能动弹。这就是你说的先皇，这他妈绝对是仙尊境界的超级大能啊！给我准备一些好的酒菜上来。上仙，请稍等，我这就去。卢道迷说完，不管莫须有就先溜走了。莫须有跪在地上不能动弹，内心慌的一批。好好的惹上一个仙尊，真是出门没看先例，日了狗啊！起来吧。是上仙。50万上品灵石，买你的命。莫须有此刻纵使有万般的不甘，也不敢反驳，毕竟他好不容易才修炼到仙皇。是。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可知道探灵草？探灵草什么玩意？从未听过呀。上仙，我从未听说过有探灵草这东西。你再仔细想想，探灵草能够让没有修炼天赋的人可以修炼。上仙，你说的这东西好像不叫探灵草，应该叫溯源果。溯源果是远古时期的溯源树结出来的果实，它不但能够让无法修炼的人开始修炼，还能增强天赋，对仙尊的效果最大，能够有机会步入仙地。这东西不好找吧？是找不到了，早就灭绝了。上仙怎么连这些基础的东西都不知道？没了吗？那你可还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一个无法修炼的人修炼？上仙，这个我不知道，仙尊或者仙帝这类的超级强者可能会知道。那青龙城有没有仙尊级别的人？青龙城是没有常驻的仙尊，但是青龙城最近的剑修宗有一位仙尊。那明日你带我去。好。没一会，卢道迷端着酒菜跑了上来。上仙，请慢用。去准备上品灵石吧，有多少准备多少，不要试图隐瞒，不然后果你承受不起。是，上仙。大约1炷香的时间，卢道迷就带着灵石过来了。上仙，所有的上品灵石都在这里了，一共16万块。明早我去找你，先把50万块上品灵石准备好了。是。你特么是怎么得罪到一位仙尊强者的？妈的，过来啥好处也没捞到，还把家底都给搭进去了。哎，城主，我也是有苦难言啊。第二天一早，夏风就来到了城主府。上仙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了，带我去剑修宗吧。好。剑修宗确实距离青龙城很近，没一会功夫就到了。上仙，前面的山就是剑修宗，直接过去吧。上仙，剑修宗上空有结界，无法御空飞行。夏风没有理会莫须有的话，瞬间来到结界处，一拳就撕开了剑修。结界撕开的一瞬间，剑修宗内也响起了警惕的钟声。这也太嚣张了吧，完全不把剑修宗当一回事啊！随着护宗大阵被夏风击破，剑修宗的修士纷纷踏空而来，把夏风和莫须有两人团团围住。什么人胆敢强闯剑修宗？剑修宗的仙尊叫什么名字？图籍仙尊。我并无恶意，叫你们宗门的图籍出来吧。就凭你也想见我们的老祖摆阵拿下他们？正要动手之际，远方突然传来一道沉重的声音：“住手！”这时一位老者踏步而来，瞬间到了众人的面前。拜见老祖。能够撕破他们剑修宗的结界，至少也是仙尊境界，所以图籍发现后立马赶过来。小友找我图籍何事？仙尊果然不一样，浑身充满了磅礴的力量。我来是想向你请教一些问题。里面请。两人来到大殿后，图籍笑眯眯地看向夏风。小友的境界，本座现在还看不透，可是仙尊后期了。毕竟他自己就是仙尊中期境界了。夏风也不否认，点了点头。小友如此年轻就是仙尊后期了，老朽佩服。有问题尽管开口。不知道你是否清楚，有什么药材能够让没法修炼的人开始修炼？有2种方法，还请告知。一种是溯源果，一种是混元丹。不过溯源果早就绝迹了，但也不代表有些秘境没有遗存下来。还有就是混元丹，这丹药要仙帝级别的炼丹师才能炼制出来，至于药材要比溯源果好找得多。图籍说完看了看夏风，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，都是极难的。我自己也会炼丹啊，而且还是正儿八经的仙帝，就是不知道炼这个混元丹需要什么级别的炼丹师才能炼。溯源果暂且不说，这东西太缥缈虚无，是不是真的存在都暂且不知道。但你说的混元丹我很感兴趣，还请你跟我细说一番。混元丹的药效跟溯源果一样，需要炼丹宗师才能炼制，也就是10品炼丹师。最重要的是，炼丹过程中还需要仙帝度气，这才是真正的难度。要怎么才能知道炼丹师的品级？去丹宗一测便知。小友还有什么需要问的？老朽知无不言。夏风本来还想敲诈剑修宗一波的，现在也不好意思开口了。毕竟一开始图籍就是笑脸相迎，此时再下手多少有些抹不开。没什么事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告别了图籍，夏风就带着莫须有离开了。老祖，此人是谁？先帝的苗子。
老祖，他真有这么厉害？至少我不是他的对手，而且他还这么年轻。只是本座有些好奇，他年纪轻轻有这个实力了，为何什么都不懂？而夏风两人也回到了青龙城。青龙城内有一队从澎湖城来的人，你帮忙照拂一二，特别是一个叫池漫漫的人。夏风打算去丹宗看看，池漫漫那边就不打算回去了。是，上仙。我有事要离开了，有缘再见。池漫漫一愣，抬头看向天空，却没有夏风的身影。而此时的昆仑山内，企鹅马一直追着杰克马的暴打，杰克马被打得鼻青脸肿。众人看着被追着打的杰克马，捧腹大笑。马老师不行啊，嘴上厉害，真打起来了，哪里是企鹅马的对手？哈哈，小马明显年轻得多，马老师哪里是他的对手？再说小马最近武道有些增长，还不是吊着马老师打？他们几个老一辈的人，如今就企鹅马实力最强，几人自知干不过。雨晴，你爸真是勇猛啊！这2天马老师看你爸的眼神都带着惊慌。哈哈，马老师这是自作自受，没实力还嚣张。唉，不用管他们呢，打打也好。而夏风此时已经来到丹宗，正好碰到了丹宗在选拔弟子。自己不就是来测试的吗？过来试试也好。听说这次是丹宗的大长老也要选拔2名亲传弟子，要是能够被大长老选中，那前途无量啊！你少做梦了，大长老是8品炼丹师，他招弟子的要求极为苛刻，要3品以上，年龄不超过100岁的。我也报名。姓名、年龄、现在的品级。夏风不到100岁。品级呢？会炼丹，品级还没有测试。那人点了点头，递了一张报名表给夏风。夏风刚刚转身，就见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年轻女子走了过来。思瑶，你可要争气啊！凭你的天赋和炼丹品级，摆在大长老名下绝对没有问题。知道了，爷爷。上仙，给我孙女报个名。姓名、年龄、炼丹品级。吕思瑶，26岁，4品炼丹师。确定无误？确定。好，很好。刚刚无意中听到了，你的天赋很好。谢谢。小友也是来参加丹宗选拔的吧？夏风点了点头。小友，我看你也挺年轻的，你是几品炼丹师？我没有测试过品级，我也不清楚。到时候丹宗会给你测试的，一会你们只是测试天赋，选中以后才会给你测试品级。好的。很快就开始了第一轮，是测试天赋和控火的技术。而夏风和吕思瑶两人的天赋都爆表了。丹宗的大长老得知消息后，直接把夏风和吕思瑶单独叫了过去。你天赋这么好，你都不知道自己的品级吗？不知道，炼丹只是玩玩而已。丹宗有没有炼丹宗师？这个我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丹宗的宗主是9品炼丹师，或许会有老祖之类的。你说我们2人有没有机会拜到大长老门下做亲传弟子？我不是来拜师的。不是来拜师的。我是来测试品级，顺便问丹宗一些事情。你天赋万年难得一见，一定要保持好心性。丹宗的人性格都很古怪，你这样会吃亏的。没事的。两人很快来到了大长老的宫殿，丹宗的大长老田训已经在此等候。思瑶拜见大长老。而夏风依旧站着一动不动，吕思瑶连忙示意他赶快行礼。大长老，你们丹宗可有宗师级别的炼丹师？夏风不想浪费时间，就直奔主题。这跟你拜入我门下有何干系？如果没有，我另寻宗师。你的意思是我不够资格教你了吗？他是看好夏风的天赋，但并不代表能够忍受夏风的态度。没错。放肆！鲜黄的气息瞬间笼罩着整个大殿。夏风轻轻一挥手，整个大殿的气息全部消散。我是来请教问题的，请丹宗的宗师出来吧。仙尊，拿出测试时，给我先测试炼丹师的品级。你虽然是仙尊强者，但是独自来我丹宗放肆，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那我就让你们服为止。夏风说完，一把抓过田训。门外的弟子见状，连忙跑着去通知人了。片刻后，3道气息强大的人影直接飞入大殿，其中更是有一位仙尊境界的强者。何人敢在我丹宗闹事？放开大长老，否则休想走出丹宗。我不想闹事，我要见你们丹宗的宗师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老祖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随后转头看向那位仙尊，劳烦你了。让本尊领教领教你的实力。此人名叫沃红熙，也是丹宗修为最高的门客。现在夏风胆敢来丹宗闹事，那就是打他的脸面。你还不够格啊！此时整个大殿鸦雀无声，一股寒意涌上了心头。这是先帝的气息。他们丹宗的人以前接触过先帝，所以夏风动手之际，先帝的气息侧漏了出来。你是无灭先帝？无灭先帝是天玄大陆2大先帝之一，已经消失了很久。现在夏风突然的出现，这让他们不得不怀疑夏风就是无灭先帝。他们丹宗的地位虽然很高，但是在先帝面前还是不够看。这个世界就是先帝在主宰。你说的这人是谁？穆良辰听到夏风这样说，也知道夏风不是无灭先帝。
丹宗宗主穆良辰向先帝请罪，如有吩咐，丹宗愿鞍前马后，帮我测试炼丹师的品级。他这次的任务就是来丹宗看看自己的炼丹品级和拿到混元丹的配方。是我亲自为你测试。说完，他手中出现一个水晶球，朝夏风飞了过去。你只需要把手放于水晶球上即可。夏风把手放了上去，只见水晶球光芒四射，最后定格在九品炼丹师的位置上。是先帝就算了，竟还是九品炼丹师。您是九品炼丹师？你们丹宗的老祖是10品宗师级的炼丹师吗？是的。我想跟你们老祖学习炼丹，如果可以，我欠你们丹宗一个人情。那我把这大哥大送你，方便到时候联系。不用客气，你自己留着用吧。我这华为60 Pro 用的挺好的。这么好的手机哪来的？我排了1个月都没排到。哪有那么难？这些都是大家左下角免费领的，领取名单在这呢。我这华为 Mate 60 Pro 也是在左下角领的，苹果15 Pro Max 也在路上了。这么好领的吗？那你快教教我。你就点左下角链接下载，上线就可以看到领取界面了，都是平台报备过资质的，没货还能立马补。唬人是吧？点开啥也没。只下载是不行，还需要注册才有。挂挂机，苹果、华为轻松到手。莫良辰听后微微一震，这可是先帝的人情，可遇不可求。我需要去通报一声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夏风点了点头，然后从卧红溪背上一开。多谢上仙手下留情，你去通知吧。是。等穆良辰出去后，夏风看向卧红溪。刚刚你们宗主说的无灭先帝是谁？无灭先帝是天玄大陆的2大先帝之一，不是，现在应该说是3大先帝之一，500年前就消失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还有一位呢？还有一位是天禄先帝，现在在先帝岛。这2人有可能对自己产生威胁，毕竟是老牌的先帝了，很有可能是先帝中期或者后期。没多久，丹宗的老祖就过来了。先帝来访丹宗，此乃丹宗之幸。穆良辰已经把夏风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吴姬子，所以吴姬子身段放得很低。打扰贵宗了，我有些炼丹的技术需要向你讨教。毕竟这次算是有求于人，夏风表现得很是客气。共同探讨一下而已。他叫吕思瑶，天赋很不错，你要不要收下当弟子？你要不收，我可要了。拜丹宗的老祖为师吗？哈哈，这是丹宗选拔出来的好苗子，我岂会不愿意？孩子，你过来。老祖，不要怕，我收你为弟子，可愿意？还不谢谢老祖？谢老祖，弟子吕思瑶叩见老祖。哈哈，好，没想到我吴姬子还能收个徒弟，你往后便是我的第5弟子。而一旁的丹宗宗主穆良辰和大长老几人如同吃了苍蝇一样，吕思瑶一下子成了他们的师叔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拜见师叔？拜见师叔。不必多礼。思瑶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谁都要遵守。你是我的弟子，他们的师叔，这一拜你受得起？这左下角还真靠谱，领的华为已经发货了，不过怎么还提醒我能领888红包？左下角可是极速链接，发货当然快了。你下山准备一下吧，3日后来丹宗报道，以后就天天跟着我。是，师傅。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夏风带给他的，不然吴姬子不可能收他为徒。去吧，小友，我们去探讨炼丹的方法。如此甚好。今日之事，谁都不可外传。天佑天玄大陆，又多一名先帝。是宗主。小友，以前没有听过你的大名，你不是天玄大陆的人吗？说是也不是。此话怎讲？吴姬子有些不解，夏风这么年轻就是先帝了，竟然没有什么名声。我是从外界飞升过来的。外界嘛，那难怪了，你们外界飞升过来的人过得有些惨啊。现在出了你这么一位先帝，恐怕格局要改变了。从外界飞升过来的人都在哪里？须佐之男说要等着我的，不知道这货在干嘛。基本都在空虚城。空虚城吗？空虚城以前是空城，在天玄大陆的最南面，在万妖大陆交界处。因为你们外界飞升过来的人跟大家有些不合，所以慢慢的集合在空虚城生存。知道了。他准备有机会去空虚城看看，说不定还能碰见熟人呢。不说这些了，我们来探讨如何炼丹。好，有劳了。3年的时间一晃就过，这3年夏风一直跟着吴姬子学习炼丹术。现在夏风准备炼制破元无极丹，而这丹药正是需要宗师级的炼丹师才能炼制。夏风，准备好了吗？可以开始了。放心炼吧，不行下次再来。药材的问题你不用担心，炼废了这一份，丹宗还存有一份破元无极丹的药材。好，不打扰你了，你放松下心情开始吧。夏风把破元无极丹的炼法一直在心中反复的练习，确定没有任何问题后，就开始起炉炼丹。师傅，夏大哥他会成功吗？成与不成也得看天命。9品上阶丹药不但要自身的实力，还要跟天道抢机缘。哼，师傅，你这不是说了跟没说一个样吗？一连15天过去，平静的天空中忽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。师傅，你看，基本上可以成了，希望夏风最后关头能够把控住。现在已经在抢天道的机缘了。师傅，这样就算成了吗？现在已经在抢天道的机缘了，只要最后完美结丹，他就可以晋升炼丹宗师了，真是天赋异禀啊！天空的裂缝出现没多久就消失不见。师傅，消失了，消失了！
现在就看他结丹了，耐心等吧。而炼丹室内的夏风，他感觉到一股力量从上天而来，直接进入了丹炉。夏风一气呵成，直接收了火候。这时丹炉中传出了声音，夏风一醒，这时成丹的声音。随后8枚丹药飞出，丹药的周身环绕着一股雾气，还有3道肉眼可见的丹纹。终于突破到炼丹宗师了。夏大哥，成了吗？成了。好爷。夏风，恭喜成为宗师了。大恩不言谢。夏风，我们之间就不必说这些客套话了。你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完全在你自己。我能亲手教出一位炼丹宗师，这也是我的荣幸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明天就走，尽快找到剩下的2味药材就回来。这2味药材我无法给你提供帮助，你自己去寻吧。往南边去寻，以前那里出现过黄树果。好，今晚大家一起好好喝2杯。此时整个空虚城里弥漫着硝烟的味道，这里刚经过了一场大战。哎，最近妖族侵犯的越来越频繁了，空虚城感觉也待不下去了。空虚城原本就是天玄大陆放弃的城，也只有我们这些亡命之徒苟且在这里罢了。生死有命，下界来的修士倒是很拼命。空虚城集合的都是些亡命之徒，或是得罪了强大宗门的强者，这才躲到3不管的空虚城。而城墙另一侧坐着3人，眼神凄凉地看向远方。早知道不飞升了，过来上万年了，每天苟且偷生，生不如死。当初为了渡劫飞升，耗尽了家族的资源，还以为上来能够做人上人，却是连狗都不如。早知道如此，宁愿在下界老死。哼，你们2个立了2次功，获得了修炼资源，现在都是玄仙了。我还是真仙，不知道下次妖族侵犯的时候会不会死。这3人分别是东方永寿、南宫天和上官家，他们3人都是地球隐士家族的圣主。可惜了司马海涛死了上百年了，倒也轻松。上万年的时光磨平了他们的棱角，突然的反差让他们一时间无法接受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用余生换我回地球1年时光。已经有几千年没有从地球飞升过来的人了，下面到底是怎么了？想问问家中的情况，也无处可问。是啊，我都是最后一批，不来也好，来了跟我们一样受罪吗？也是。而这时号角再次吹响了，3人都是一震。妖族又开始了，真是有完没完。他们有2位先皇坐镇，而我们这边只有1位先皇，这次不知道能够抵挡多久，实在不行大家跑路算了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再看吧，实在守不住了，大家都会跑。而此时城外集结了一大批妖族，准备再次进攻空虚城。城主，你伤势未愈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来不及了，这次妖族2位妖皇都过来了，虚空城恐怕守不住了。冷厉，速速投降！今天谁也别想保住空虚城。他是妖族虎人族的妖皇虎大壮，最近1000多年都是他领着妖族在攻打空虚城。城主怎么办？刚刚经过一场大战，城内的防御阵临时快消耗完了。这些妖族人体质真的好，刚刚大战完几天，这又卷土重来了。城主该怎么办？殊死抵抗，我们还有选择吗？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，带领空虚城的老弱病残全部退回天玄大陆去，至少比落入妖族手中要强。我能拖多久就拖多久。是。冷厉，出来一战。前几天冷厉出来应战，被隐藏在后方的狮头人给偷袭了，这才使得冷厉受伤。妖族的人也只会搞偷袭吗？哼，这都是跟你们学的。你们人族狡诈卑鄙，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儿郎们准备进攻。随着虎大壮的一声令下，下方的妖族们纷纷开始进攻。师兄，你看空虚城的防御阵还能够撑多久？今天就能破。哦，怎么说？前几天我们已经攻打过了，空虚城本就是贫苦的城池，现在灵石估计还没凑出来，哪里经得起消耗？等防御阵薄弱的时候，你我再去发力一举击破。哈哈，还是师兄有见解。早就听说人族的女子纤纤细腰，丰腴有味，而且很润，早就想尝尝。哈哈，先玩个3天3夜，空虚城的防御阵便淡薄了。城外的2位妖皇也看得清清楚楚。师兄，我们破阵的时机来了。走。下一秒，狮头人就出现在空虚城的防御阵外面。冷厉，你现在想跑也没机会了。正在2位妖皇动手之际，天空突然刮起了大风，不远处的山峰有一道人影慢慢的走了过来。先退。怎么空虚城外还来了个人族？来人给他们一种可有可无的感觉，既感觉到不存在，但又明明在眼前。看，那是谁？这人是谁？有人认识吗？夏风走进空虚城的时候，并没有向城内走去，而是一步步向妖族的阵营走了过去。这就是妖族吗？好弱。哼，你是谁？我吗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挡住了我的路。你后方才是空虚城，前方是我妖族领地，你想找死不成？哼！逃！狮头人预知到了死亡的威胁，直接缩地成寸消失了。逃得掉吗？挡住他！
解决完妖族后，瞬间来到了城墙之上。谁是负责人？上仙，我是空虚城城主冷厉。妖族是怎么回事？回上仙，空虚城虽然属于天玄大陆，但跟天玄大陆隔着死亡沼泽，因此无人问津。相比较而言，距离万妖大陆更加近，所以妖族频繁侵犯。我听说空虚城有很多下界飞升过来的人，这里有吗？有一些，都叫过来吧。是。没多久，东方永寿、南宫天、上官家都被叫了过来。夏风看着走过来的三人，其中一人还是他见过的东方家圣主。上仙，东方家的圣主，你进来可好？上仙，你认得我？前不久还去过你们东方家，东方宇现在是东方家的老祖。东方永寿听后老泪纵横，他们没想到下界来的人还跟他认识。上仙，对不起，我一时控制不住情绪。无大碍。当初他的分身是何其的意气风发，而此刻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老者。上仙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南宫天，这位是上官家，他们也是从地球飞升上来的。拜见上仙。不用多礼，我也去过你们家族，不是还有个司马家吗？司马家的司马海涛100年前已经被妖族杀了，可惜了。那从地球来的还有其他人吗？我们来的时候还有些人，后面陆续战死了。至于更久以前飞升来的人，我们也不得而知。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须佐之男的人？倭国人吗？没有听说。难道他们飞升来的不是天玄大陆，而是去了其他2个大陆？你们在空虚城待了这么久，有没有听说过黄树果？夏风一路往南走，并没有寻到黄树果的踪迹，这才来到了空虚城。上仙，我听说过。他在空虚城盘踞这么多年，消息自然是最稳妥的。在哪里？3000年前，死亡沼泽出现过黄果树，当时被一位仙尊强者取走了3棵。你可知道谁摘走了？烈火宗的无量仙尊。烈火宗在死亡沼泽以北的无灭城，也是空虚城最接近的城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既然有了黄树果的消息，夏风自然要去看看。得到黄果树的消息后，夏风就打算去烈火宗看看。上仙，你要去吗？这无量仙尊是仙尊后期的修为，而且是老派的仙尊了，实力深不可测呀。你也听说过他吗？这人极度看不起我们地球飞升来的修士，每次路过无灭城没少交保护费。空虚城常年被妖族侵犯，还有个原因就是他们不管我们的死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上仙，你有什么打算？留在空虚城吗？此话一出，众人都用期待的眼神看向夏风，毕竟有这样一位强者在空虚城会有很大的保障。夏风也需要一块地方用来做根据地，毕竟到时候要把夏琳他们带上来。空虚城有多少人口？回上仙，目前全部加起来大概300万人。好，那以后空虚城就是我夏风的城。从今天起，我宣布驻扎在此，将来空虚城会成为仙界第1大城。夏风的声音响彻整个空虚城，尊上仙令，这种强者能够驻扎在空虚城，等于给他们加了一层保护伞。冷厉，你继续做你的城主，维持好空虚城的正常建设。他们3人我另有安排，一切等我取了无量仙尊的狗命再回来做打算。上仙，无量仙尊可是仙尊后期的超级强者。仙尊后期吗？我早已是仙帝。恭送仙帝，恭送仙帝！大家都打起精神，今天残破仙尊来我们烈火宗做客，可不要丢了我们烈火宗的脸面。是大长老，听说残破仙尊是过来和亲的，2家结个缘。是有这么一回事，听说是残破仙尊门下最得意的女弟子，年纪轻轻已经是金仙的境界，嫁给我们烈火宗的大公子，也算是天赐良缘。我们2宗一结亲，那就是强上加强了，整个南方都是我们说了算。这时烈火宗上空飞来一只白鹤，白鹤上面站着5人。晚辈因上拜见残破仙尊。不必多礼，你爹呢？回前辈，我爹在大殿恭候你的大驾。哈哈，好，还挺久没有跟你爹喝酒了。杨华老弟，许久未见，你可还好？康顺兄，别来无恙啊！大殿里坐满了人，都是烈火宗的长老以及重要弟子。哈哈，挺好。舒敏，快去拜见无量仙尊，过了今天你就是烈火宗的人了。舒敏拜见无量仙尊。不错不错。少华，上来跟舒敏认识认识。殷少华在于舒敏进来的那一刻，早就暗自吞口水了。少华有礼了。于舒敏面无表情点了点头，他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不得不听从，不然得罪2大仙尊，仙界将无处安身。康顺兄，今日我把舒敏送过来了，他可是我宗门天赋最好的弟子，你们可要好善待的。杨华老弟，这个你大可放心，舒敏过来就是我们烈火宗的人，还是我孙媳妇，我们自然会对他好。而正在此时，一道声音响彻整个烈火宗。无量仙尊出来领死！这句话一直在烈火宗的上空来回传播，而烈火宗的大殿内此时鸦雀无声。殷康顺的脸如寒冰。其余人见状也纷纷跟了过去。此时天空之上站立着3人。小小的仙尊初期，竟敢直呼老夫的仙号，已有取死之道。夏风把境界压到仙尊初期，殷康顺并没有发现。康顺兄，这个小鬼头就不需要我帮忙了吧？杨华老弟，你就在一旁看好戏吧。
哼，小小的仙尊初期，竟敢挑衅爷爷，真是找死！多少年了，老祖都没有亲自动手了，真是期待。是啊，不知道那小子能不能在老祖手中撑过3招。小子，报上你的名号，本尊不杀宵小之辈。你还是留着下去问阎王吧。那就别怪本尊慢慢折磨你了。烈火掌。瞬间，滔天的气息在殷康顺周围爆发，这股强大气息的余波震得他脸皮如风鼓动。先帝吗？见仙尊后期的老祖被打狗一样打了，在场的人都不敢出声。凭你的实力，如果不装逼，可能还能接住我一招。夏风的声音不大，却穿透着每个人的心灵。这时夏风看了一眼鲁阳华，鲁阳华差点吓尿了，毕竟连殷康顺也接不住先帝一招，何况是他。拜见先帝，这4个字如雷贯耳，众人此刻完全失态了，毕竟仙界很久没有先帝出现了。你是何人？在下鲁阳华，先号残破仙尊，刚刚多有得罪，还请先帝饶命。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。仙尊跟先帝之间有着天堑般的鸿沟，哪怕你再多的仙尊，也无法和先帝匹敌。鲁阳华灵机一动，于淑敏被一股力量卷起，直接送到夏风的面前。这是我宗门天赋最好、样貌最出色的女弟子，现在赠与先帝。于淑敏起初有些心惊，听到鲁阳华这样一说，心里也是一动。天赋是很不错。于淑敏是夏风上仙界后遇见过天赋最好的人。不够。难道殊死难逃了？在鲁阳华继续想计策的同时，夏风的声音再次传来：500万上品仙石，买你的命。鲁阳华听后一喜，500万上品仙石虽然数额巨大，但是他能够凑出来。是，明日即可奉上。让别人花仙石买命，这是夏风最喜欢做的事情。行，听说这人前不久摘了3颗黄树果，你可知道有这回事？回先帝，有这回事。现在这3颗黄树果就在他身上。你本不至死，可惜你欺负下界来的修士。夏风说完，殷康顺腰间的储物袋自动飞了上来，夏风直接抹去了殷康顺的气息，里面果然有3颗黄树果。终于到手了，就只差一样那味草了。我也买命。不是谁都可以买命的。我的消息足以买命。殷康顺依旧不放弃机会，到了他这个程度，比谁都怕死。说着看吧，如果我满意，就饶你一命。我知道那味草的下落。看来真是命不该绝啊！这个消息可以抵命。那味草就在暗虚大陆的残夜门。夏风不懂这是什么地方，倒是一旁的鲁阳华脸色一变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残夜门是先帝宗门，残夜先帝就是从这个宗门出来的。终于要跟先帝碰上了吗？一直以来，夏风都没有找到旗鼓相当的对手，如今听后，浑身出现一股盎然的战意。残夜先帝吗？无量仙尊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鉴于你之前欺辱下界修士，现在让你去空虚城守护1000年，你可有异议？尊先帝令，等我伤好了，立马过去。这颗丹药能助你快速恢复。多谢赏赐。暗虚大陆你去过没有？熟悉吗？去过2次，还算熟悉。那你跟我一同前往吧。是，尊先帝令。你都要去找残夜先帝干架了，自己过去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啊！奈何形势比人强，他无可奈何。那就先跟你回宗门一趟，你把仙石准备好，明日一同出发。确定好后，夏风弹了一道气息到殷康顺身上，安心守护空虚城1000年，1000年后还你自由。尊先帝令。从烈火宗出来后，夏风等人来到了开山宗。你们看，老祖的仙鹤身上站着6人，那人难道是烈火宗的少宗主殷少华？真是郎才女貌，好一对狗男女啊！你特么狗男女是骂人的话，你怎么说话的呢？老祖回来了，公子到地方了。鲁阳华并没有理会宗主，带着夏风向宗门内部走去。淑敏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你们说到底怎么回事？宗主不能说，老祖吩咐了，谁也不准说。淑敏，你过来招待公子，我去凑仙石了。这次去暗虚大陆，你愿意跟着吗？要是不愿意，可以跟我说。淑敏愿意。愿意就行啊，我看你天赋非常的不错，等去的路上我指导你修炼吧。淑敏多谢公子，淑敏愿意生生世世服侍公子。再说吧。于淑敏听出了夏风在拒绝，心里微微有些失落。好，公子。公子，按你的要求都准备好了，准备出发吧。是，公子。鲁阳华招来白鹤，3人乘坐白鹤向暗虚大陆出发。抵达暗虚大陆的时候，已经是3个月后了。经过夏风的指导，于淑敏也突破到仙君初期。经过他们打探的消息，得知残夜门要请一名9品炼丹师为他们炼制丹药。一会吃完，你自己先回客栈，我要去残夜门看看。公子不先做调查吗？不用，我也是9品炼丹师。夏风到达残夜门后，直接道出了自己的来意，还声明自己是9品炼丹师。负责人得知后，连忙通知了残夜门的3长老。3长老出来后，见夏风这么年轻，这让他有种被戏耍的感觉。你是9品炼丹师？拿水晶球出来测试吧，多说无益。3长老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水晶球，朝夏风飞了过去。
夏风控制住炼丹师的品级，让水晶球只测试出9品炼丹师。卧槽，真他妈的是9品炼丹师！宗主，我找到了9品炼丹师。等等哦，左下角游戏里领的苹果15给我发货了。你咋领得这么快？我刀都砍卷了，还没升到要求等级。你这一看就不是从我视频左下角下的。确实，我这是应用商店搜的，你咋知道？因为我视频左下角是专属福利链接，不仅领取门槛下降了1半，还自带1000倍经验和100倍爆率，升级速度是其他地方比不了的。等级一到，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随你挑。这么带劲，你帮我看看是这里下不？没错，就点我视频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，上线先领998，然后首充1元拿下满街神装和11元宝，挂机3天能升上1000级，苹果华为轻松到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9品炼丹在暗虚大陆几乎没有，所以残夜门才发出了诏令。刚刚多有得罪，还请勿怪。无事，不愧是炼丹师，这性子就是不一样。这时宗门里飞出了几道身影，不知小友如何称呼？我叫夏风。夏风小友，请。说完，带着夏风向残夜门内部走去。小友，我们需要炼制8品回转丹，不知道你的要求是什么？只要我们能够做到的，你只管提。你们要8品回转丹给谁服用？小儿练功出了岔子，经脉尽断，只有8品回转丹才能修复经脉。若是过一段时日还招不到9品炼丹师，我只能请求我师叔残夜先帝帮忙了。药材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那带我去看看吧。请。申友并没有多想，还以为夏风打算帮忙炼制。左下角果然给我发货了，继续挂着吧，还能额外领4000呢。夏风跟着申友来到一处库房，随后把8品回转丹的药材拿了出来。夏风扫了一眼，发现库房有着特殊的禁制，只要神识一扫就会自动报警，连先帝都不行。小友，可否有问题？药材没有问题，接下来要谈我的报酬了。请说。我要1株奈味草作为报酬。申友听后眼睛微眯，随后用冷淡的语气质问：你是如何知道我残夜门有奈味草？听别人说的。抱歉，你这个要求我无法答应，我也做不到，你换个条件吧。奈味草极其的珍贵，它的功效是能够稳定境界，连先帝境界都可以使用，所以对于夏风的条件，他想也不想的得拒绝。我只有这个条件，那没办法了。不如你我各退一步，我痴迷炼丹，对奈味草非常的感兴趣，我只要观看一眼便可，中途你们的人都可以在场，我就一个先皇实力，你们总不能担心我还能在残夜门夺宝吧？好像也不是不行，看一眼还能吃了不成？小友，我有一点搞不明白，看一眼又能如何？你应该了解我们炼丹师的性格，对自己好奇的事物不看个究竟，绝不罢休。我现在是9品炼丹师，而且快要摸到宗师的门槛，奈味草一直都是我想得到的高级药材，看一眼也足够了，这样就能消除我的心魔，从而安心冲击炼丹宗师的境界。确实如此，修炼者的心魔是非常的重要。你看这样如何？我考虑考虑，就算你要看一眼，也不是我能做主的，我跟老祖们商量一下。申友也不信夏风敢在残夜门夺宝。可以，明日我再登门拜访。等夏风下山后，申友招来了一人。宗主，大长老，我有一事要麻烦你去办。宗主请吩咐。刚刚下山的那位9品炼丹师，你去盯着他，看看他有什么动向。大长老是仙尊初期的修为，其他人去的话，怕夏风发现了。是，宗主。申友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是又想不出具体哪里不对劲。只是一个仙皇境界的人而已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夏风从残夜门出来后，就发现后面跟踪的张冰白，他只好在残夜门不远处开了一个房间住下。只要第2天他们把那味草拿出来，到时候就算残夜先帝在场，夏风都会抢过来。晚上夏风还特意拿出炼丹炉炼丹，这些都被张冰白看在眼中，这才放心的离去。等张冰白一走，夏风瞬间出现在于淑敏的房间内。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连夜走吧，接下来我怕发生事情无暇照顾你们，我在你身上留下了一道气息，到时候我会来找你们。毕竟真的抢了残夜门的那味草，凭残夜门的实力，很快就能查出他们2人跟夏风在一起过。好。第2天，夏风如约而至，经过申友多番的劝说，他们老祖同意拿那味草出来一关。不知道申宗主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看这样如何？你先把丹药炼制出来，我们再去看那味草。申宗主，如果我先把丹药炼制出来，你们不给我看，我也没有任何办法。你们作为强大的门派，而我只是一个仙皇境界的炼丹师，你们反悔我也无计可施，这对我来说不公平。夏风把自己定义为劣势的一方，反而打消了申友的疑虑。行，你既然有如此要求，本宗答应你。如此甚好。小友，请。随后领着夏风朝老祖密室走去。老祖，人我带来了，还请老祖开门。进去后，里面有一个仙尊后期和一个仙尊中期的老头。老祖，见过前辈。年纪轻轻就是9品炼丹师了，前途无量。多谢前辈夸奖。不知道小友要看那味草是为何？消除心魔，突破宗师。行，那就打开给你一关。雷正浩说完，一个盒子飞了出来，给你一关。夏风看了一眼盒子中的那味草，确定无疑后，随后笑了笑。这株奈味草我要了，
残夜门的4人一时间都没有听懂夏风这句是什么意思。逍遥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还不懂吗？这猪奈味草是我的了。这他妈是来夺奈味草的，可他不是仙皇境界的炼丹师吗？怎么可能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夺走盒子？他不是仙皇境界，大家小心！雷正浩大喝一声，其他3人才反应过来。看在奈味草的份上，我就不伤你们了，但机会只有一次。你到底是谁？这时夏风把自己的实力压制到仙尊后期，差一点点就接近仙帝的境界。我的境界你不是看到了吗？等我突破仙帝，需要这奈味草稳定境界。那你也得有命服用才行。他们实在没有想到，竟然还有人敢抢到他们仙帝宗门的头上来了。关键夏风确实是一位9品炼丹师，这才是打消他们顾虑的主要原因。你觉得你们4人有实力留住我？4人听后沉默无语，毕竟夏风表现出的实力不是他们可以抗衡的。夏风，这里是残夜门，就算我们4人留不住你，你觉得你有机会跑出暗虚大陆吗？残夜仙帝不在，你们拿什么留住我？他看了一眼雷正浩，从3人动手开始，他就在试图跟残夜仙帝沟通，所以夏风才没有走。他想跟残夜仙帝正面刚一场。夏风，你把盒子放下，我们残夜门向你保证，今日一事，既往不咎。对，我以残夜门宗主的身份向天道起誓。你们不会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吧？是在等残夜仙帝过来收拾我吧？没有的事，残夜仙帝不在宗门内，而且我们4人跟你同在密室，里面发生的事情谁也不知情。我有一个疑惑，你们替我解惑了，我就把盒子放下。请讲，只要我们知道的，绝不推辞。残夜仙帝是暗虚大陆近100万年来出现的第一个仙帝，也是暗虚大陆目前仅存的仙帝。我想知道残夜仙帝到底是什么境界？你了解残夜仙帝的境界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还想跟残夜仙帝交手不成？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你，仙帝的境界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。纵然残夜仙帝是我的师弟，但他的境界我从不过问。那没办法了，我要的答案你们没有给到我。这个答案我们不是不回答，是没办法回答。你再换一个。我就对这个有兴趣，你们没办法回答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廖凯和申友2人看向雷正浩，试图询问他跟残夜仙帝沟通的如何了。雷正浩不留痕迹的轻轻摇头。夏风，你的实力已经在仙尊后期，还是9品炼丹师，别说在暗虚大陆找不到了，4个大陆以这天赋都是顶尖的存在，不如你投靠我们残夜门，我们力保你突破仙帝。那你们为什么没有成为仙帝？夏风，我们残夜门好歹也出了一位仙帝吧，这个做不了假。只要你投靠我们宗门，我们会请残夜仙帝亲自指导你，等你突破仙帝，奈味草我们拱手相让。那奈味草放在我这里也是一样啊，你们让残夜仙帝教我。此时雷正浩长吁了一口气，朝3人点了点头。哈哈，夏风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了。陪着这4个傻逼演戏也够累的，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练上来的仙尊初期，是吗？夏风，你胆敢闯我残夜门，还夺我们的奈味草，纵然你有仙尊后期的实力，今天也难逃一死。我残夜门不是你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的。残夜仙帝何时能过来？此话一出，雷正浩脸色微微一变。这小子难道早就知道了？那为何还迟迟不离开？莫不是在等着残夜仙帝过来？你这话是何意？我问你，残夜仙帝什么时候过来？陪你们演戏这么久都累了。你早就知道我们故意拖延时间，你难道不怕残夜仙帝？因为我想试试仙帝的身手，若不是你们通知，我怎么能找到残夜仙帝的踪迹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没什么好说了，我们陪你一起等。师兄，这时一道穿破苍穹的声音响彻天际，直接穿破厚重的石门。残夜门的4人听后脸色大喜。残夜仙帝只是来了一道虚影，本体都没来，这是肉身走不开，还是看不起自己？天空之上，一道虚影傲然而立，手中还拿着一把扇子来回扇动，看若翩翩公子。拜见仙帝。师兄不必多礼，留下奈味草，饶你不死。连本体都不敢来，你有何资格让我留下奈味草？你是在找死吗？是啊，好久没有真正的动手了，我在这里等着你，等着受死吧。残夜仙帝留下一句话，轻飘飘的消失了。夏风，既然你准备要挑战残夜仙帝，我们也不为难你，我就是有些好奇，你凭什么去挑战一个仙帝？一会你们就明白了。很快，残夜门就卷起了一阵风，只见远处的一道白影闪过，一瞬间抵达残夜门。仙帝初期，难怪你敢挑战我，没想到你短短100万年已经突破至仙帝中期了，这倒是令我意外。机缘好而已，突破没多久。这里不是交手的地方，走吧。老祖，这我们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样？仙帝之间的战斗已经不是我们能够干预的。这次的事情不怪你，夏风身为仙帝，想要欺骗我们，就跟玩傻子似的。这是我几百万年来第一次出手，自从突破仙帝后，再也没有出过手了。我也是。来吧，那就让我们酣畅淋漓的大战一场。
好，来吧。忽然之间，整个天空暗淡了下来，一股超强的战意从两人四周扩散开。两大仙帝交手，天空之中产生了一道道异样的五彩霞云，朝整个暗虚大陆扩散而去。天空中的异变足以证明两大仙帝的实力恐怖至极。申宗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残叶仙帝在跟别人交手，那对方是？能让仙帝出手的，自然也是仙帝。难道暗虚大陆又出一位仙帝了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仙帝大战后，纷纷腾空而起，或者坐在飞行兽上向远方眺望。你明明只有仙帝初期，为何你的力量如此的强大？自己明明比他多了一个小境界，怎么丝毫感觉不到优势？我也不知道，倒是你让我真正见识到自己的力量了。自己的力量相当的精纯，难道这就是修仙者带来的优势吗？大家走的不是同一条道，虽然最终大道合一，但夏风体内的力量要比残叶仙帝精纯得多。痛快一战吧！特么的，不讲武德，欺负我没有仙气吗？两人每交手，周围的空间震动，闪烁的光芒耀眼无比，雷声四动。夏风是打爽了，第一次打得如此尽兴，这残叶仙帝是个释放力量的好帮手。不打了，战斗了这么久，两人都是旗鼓相当，再战下去也没有意义。我不如你，别旗鼓相当就旗鼓相当，等我突破仙帝中期再来找你。他现在是仙帝初期，自己仗着有仙机在手，才跟你打个平手。等他突破仙帝中期，自己还有得玩吗？残叶仙帝很想拒绝，但是出于仙帝的颜面，也不想丢了脸面。行，等你突破仙帝中期，不知道是多少万年后的事情，我等着你。好，我想时间不会太久。你是最近才突破仙帝的吧？以前没有听过你的名字，就这几年突破的。刚刚突破仙帝几年，就能跟自己这个300多万年的老牌仙帝对打了。这发展下去，岂不是某一天可以吊着自己打？想到这里，残叶仙帝非常的惆怅。仙界哪位仙帝最强？红冥大陆的清虚仙帝，他是仙帝后期境界吧？150万年前，他就是仙帝后期了。行，等突破仙帝中期，找他玩玩。若是清虚仙帝知道是自己把祸水引向他，他会不会追着自己打？那位草我就拿走了，对我极为重要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告辞。这小子有着极大的天赋，说不定哪天就要突破仙帝中期。师弟，夏风呢？走了，被师弟打跑了吧？我就说他怎么可能是师弟的对手？我只是略胜一筹而已，后生可畏啊！师弟，夏风这么厉害的吗？他在你手中还能撑这么久？仙帝的实力岂是你们能够理解的？总不能说自己仗着仙气的份上，才勉强跟夏风打个平手，我残叶不要面子的吗？也是，师弟，那位草夺回来了吧？没有。师弟，你之前牛皮吹的震天响，还说要夏风等着受死，最后人跑了就不说，那位草都没拿回来。残叶仙帝仿佛看出了雷正浩的心思。我最近在参悟仙帝后期，没有心思跟他交手，我准备继续探索大道。以后夏风来宗门索要什么东西，你们都全力配合，不要再打扰我。雷正浩几人面面相觑，感觉莫名其妙。夏风一路向南，很快就追上了正在赶路的鲁阳华和于淑敏。公子，你回来了。拜见公子。那位草到手了。公子，你夺走了那位草，残叶仙帝就没有追出来吗？追出来了，跟我大战了一场，打了个平手。两人没想到一个老牌的仙帝竟然只和夏风打了个平手。公子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先回空虚城一趟吧。夏风打算把空虚城的事情安排妥当后，就回丹宗炼混元丹，而后就是等着东皇钟的召唤。公子，你是打算在空虚城驻扎了吗？空虚城以后就是我夏风的空虚城了。还请公子收下我开山宗，我愿举宗搬入空虚城，此生愿为公子安前王后。鲁阳华也是个聪明人，想抱上夏风的大腿，毕竟空虚城有夏风的常驻，以后就是天玄大陆第一大城。公子，舒敏之前就跟公子说了，生生世世愿意侍奉公子。好吧。再次经历3个月的时间，夏风回到了空虚城，恭迎先帝回归。半年前，夏风宣布常驻空虚城，没多久殷康顺就来了。不必多礼，这位是开山宗的宗主鲁阳华，他决定举宗搬入空虚城。这两个距离空虚城最近的两大仙尊，大家自然也熟悉，早听过他们的威名，而空虚城的名字也即将响彻天玄大陆。你去把冷丽他们叫进来，我有事要问问他们。是，公子。没一会，冷丽等人就来到了夏风的跟前。空虚城跟万妖大陆交界，为何万妖大陆的妖族频繁侵犯空虚城，而天玄大陆不去侵犯万妖大陆呢？公子，妖族生性残暴，而且就普通修士而言，
妖族的肉身要比人族强壮得多，这就造成了妖族频繁侵犯我们，而我们经过多年的挨打，好像成了习惯一般。距离空虚城最近的妖族城市在哪里？魔猎城。公子，你要去魔猎城吗？带你们去洗劫魔猎城，这么多年了，也该我们反击了。好，我愿意打前锋，直接灭了魔猎城。有一点我没明白，空虚城一直没有仙尊坐镇，为何每次妖族侵犯的时候来的只是先皇？公子，实力突破到仙尊，就不会过问这些俗事，就像每座城都没有仙尊当城主一个道理。明日先去洗劫魔猎城，给妖族一个警醒，往后只有我们欺负他们，他们不能欺负我们。是。决定进攻后，夏风就带着几人开始前往魔猎城。城主，人马准备好了，下个月继续准备攻打空虚城吗？继续打，现在城里的人口越来越多，不拿下空虚城都没有地方安置。这次不行的话，本座就亲自上场。城主，你要是亲自上场，会不会引起无灭城的注意？无灭城可是有2位仙尊境的超级强者。仙尊岂会管这些琐事？他们要真的管了，我们魔猎城也有2位魔尊的强者呢。是，下去吧，这次3位妖皇都派出去。是。而此时一个守卫匆匆地跑了进来。城主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情这么毛毛躁躁的？难道天塌下来了吗？城主，真的出大事了，人族来了。人族来我魔猎城了吗？是啊，他们快到城外了。对方有多少人？目测10人左右。10人左右？你特么不是在逗老子玩吗？给我滚！守卫被福娜骂的转身就跑了出去，只是没一会又跑了回来。城主，他们是来攻城的，已经攻破城前的防御阵了。什么？走，带我去看看这群作死的人。而城外，夏风带着鲁阳华几人已经破掉了魔猎城的防御阵。公子，那我们准备动手了。去吧！2个仙尊境界直接杀入，身边一群群的妖族战士们纷纷倒下，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战斗。马上通知城主，请妖尊大人出来，人族来了2位仙尊。而这时城主福娜也赶了过来，当他看见2位仙尊后，也请出了2位妖族的妖尊，分别是仙尊后期大鹏鸟燕乐章，以及仙尊中期的狗头人狗富贵。公子，宗主他们能打得过吗？持久下去，他们2人不是敌方的对手。妖族变换真身会有力量的加持。我昨天看到左下角就剩1台，原来被你抢了。我自己抢的 iPad Pro， 凭啥给你？没事，这台华为 Mate 60 Pro 给你。我有，上次在左下角领了台苹果15 Pro Max 的，这次是想凑个全家桶。行，喂，我是夏风，左下角平板没了，能再加点不？可以的，为了表示歉意，这边把 iPad Pro 升级为保底福利，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也已经补全到1万份，请查收。行，你再看看，客服说这活动就咱左下角有，下载的都能参与。还真是，这次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，简单多了。手机我也要，点我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了就可以，高爆服2400级，随便玩玩手机平板都能轻松领。我这就下个。殷康顺、鲁阳华，你们2个老不死的，竟敢侵犯我妖族领地，今日必要你们有来无回！你们这2个老狗，今日还敢亲自来魔猎城，倒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我们没去找你们，你们倒是自己送上门来，真是够胆！今日来取你们的狗命！哈哈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还是你人老饭吃了？特么的，你这么一说，老子以为是无灭先帝或者天路先帝过来了呢。多说无益，手底下见真章吧。来得好。真是一条看门的好狗。公子，要不把这条狗收了？天路先帝的坐骑还有1条仙尊后期的白马呢。那就收了，看家护院。随着狗富贵的变身，燕乐章也开始变身，变回真身后，让殷康顺和鲁阳华越来越吃力。退下吧。休想走！先帝吗？做我的看门狗，可免你一死。你是哪位先帝？这不是你该问的，你只需要回答愿意或者不愿意。愿意。幸好自己长得可爱，被收为了看门狗，不然现在就跟那只死鸟一个下场了。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，所有现世财宝搜扣一空，整个魔猎城被洗劫一空，众人这才回到了空虚城。回来空虚城的第一件事，夏风就帮大家提升了修为，特别是东方永寿、南宫天和上官家3人。于书敏因为天赋异禀，夏风还为他单独开了一个小灶。多谢公子，书敏必会努力修炼。我要闭关一段时间，或许几十年，或许上百年，你也去闭关吧。希望等我出来的时候，能够看见你的成长。夏风准备离开空虚城去丹宗，把混元丹炼制出来，然后坐等东皇钟的召唤。书敏一定会努力修炼的。这左下角手机我领到了，不过怎么还提醒我能领888红包？这个登录就能领，记得不要错过了。好，你下去吧，把东方永寿、南宫天和上官家叫进来。
是，公子。东方永寿三人很快就走了进来。公子，我要回地球了。还能回地球吗？三人互相看了一眼，眼中充满了炙热的光芒。他们也想回去，不过我不能带你们回去，我是因为有秘法回地球，但是只能我自己。公子，那你什么时候能过来？不知道，少则几十年，多则上百年，甚至千年。好，要不要帮你们家族带些人上来？要，肯定要的，让他们过来锻炼锻炼也好。老子在这里当牛做马，你们还想在地球享福吗？做梦吧你们！我们也是这个意见。那行，你们自己好好闭关修炼吧，我即刻就走，我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。公子，我们明白。接着夏风就宣布闭关，随后就离开空虚城向丹宗而去。夏大哥，你回来了。你们还好吧？整个仙界就无姬子和吕思瑶跟夏风关系是比较亲密了。我是挺好，有些人就不好了。哎呀，师傅，哈哈，奈味草和黄树果到手了吧？到手了。奈味草还是从在暗虚大陆残叶仙帝宗门抢来的。残叶仙帝没有跟你碰上吗？碰上了，还打了一场。这么看来是你赢了。平手，他是仙帝中期。只是初期就可以和中期的仙帝打成平手，看来你将来必定是仙界第一人。吕思瑶在一旁听得连连点头。夏风笑了笑，随后开始跟无姬子探讨混元丹的炼法。时间一晃过去4年，夏风一直在演变如何炼制混元丹，毕竟药材只有1份，夏风也比较谨慎。夏风，你完全可以炼制出混元丹了，不用太过担心，凭你的实力分分钟成丹，只管安心挡住天劫便可。他知道混元丹对夏风的重要性，这是为了给他妹妹准备的。老哥说的对，我也觉得没有任何问题。去吧，我们在外面等你好消息。好。夏风说完朝炼丹室走去。师傅，混元丹的药材这么难找吗？其他药材丹宗都有，但奈味草太难寻了，几乎绝迹，不然夏风也不至于去残叶仙帝手中抢奈味草。无姬子摇了摇头，随后找到一处安稳的地方躺下，等待夏风出关。夏风他马上要离开天玄大陆了。师傅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也知道，你夏大哥来自下界，他马上要回下界去了。那以后都不能再见面了吗？这个就不知道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天空突然黑暗了下来，雷鸣闪电。这混元丹就是改变天道的规则，所以炼制的丹药就会被天道盯上，这就需要仙帝的实力来抵抗。来了。说完，他就直接启动炼丹室的防御阵。天空之中突然降下一道重重的雷，因为有防御阵的缘故，前3道雷被完全抗下，第4道直接击碎了防御阵。现在只能靠夏风硬抗天道的雷罚了。夏风全身气息攀升到极致，硬生生守护在丹炉的上方，直接硬抗雷法。师傅，这才第5道雷罚，后面的3道岂不是更加猛烈？夏风被天道连续轰了3下，浑身都开始冒烟。这天道的力量真特么的强。夏风全身真气运转，力量提升到极致。这是一道紫色的雷法闪烁，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般。随着雷罚结束，夏风瘫坐在地，这是他修行以来第2次这么狼狈。而此时炼丹炉内传出了响声，夏风大喜。师傅，夏大哥会不会有事？不会有事，顶多受些伤罢了，无伤大雅。成了，哈哈，很好。而夏风已经感知到东皇钟的召唤，估计1-2天就要离开了。夏大哥，你走了还会回来吗？会的，我不在的这段时日，你努力修炼，希望下次见面你能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我会的。突然之间，夏风感觉到东皇钟的召唤，立即起身飞向空中。老哥，思瑶，再会。而此时夏风的身影出现在蓬莱仙府，修为又回到了大成期。看来以前一直被天道压制的修为，难怪自己怎么修炼也不见增长。主人，欢迎回家。东皇中仙界根本没有探灵草，你这消息有些闭塞啊。主人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的记忆中有探灵草这个东西。不过找到了符合的方法，这次任务算是完成了，下次带你一起上去。是，主人。片刻后，夏风出现在昆仑山仙境。夏风一出现，豆豆就冲了过去。下次带你回仙界，我怀疑你的实力也被压制着，期待你能给我一个惊喜。哥，你出关了。师兄，恭喜你们正式步入修真者行列，出去休息一段时间，下次我带你们进来继续提升。是，师傅。莲儿，你看起来不错啊，这100天的修炼感觉如何？相当的满意，我感觉我现在浑身都有用不完的力气。夏风扫了众人一眼，发现他们都有所提升。当看到杰克马的时候，夏风一脸好奇。马老师，你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马伯伯他是被我爸爸打的。夏少，老马这是讨打，我们互相切磋，每天都要对打。他在我的鞭策下，实力稳步上升。那下次下手重点，不然不长进。哈哈，夏少，下次一定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你给老子等着！走吧，我带你们回去。夏风一挥手，带着大家离开了昆仑山。晚上众人才赶回别墅，杰克马就大喝一声：“小马，滚去把厨房卫生搞干净，老子要炒菜了！”企鹅马瞪了他一眼，杰克马丝毫不惧。
怎么，你还敢在这里动手不成？赶紧给老子滚去搞卫生！企鹅马无奈，只能骂骂咧咧地走进厨房。特么的，100天了，你知道这100天是怎么过来的吗？终于翻身了。而夏琳被夏风叫到了楼上，准备和他说一下修炼的事情。哥，啥事？我找到让你修炼的方法了。真的吗？哥，我真的也可以修炼了。可以，把这颗丹药吃了。夏风手中出现一颗混元丹，递给夏琳。夏琳接过后就直接服下。哥，为什么没有感觉？是这样的，这丹药只是让你重新获得修炼天赋，不是其他增加实力的丹药，自然没有感觉。等你完全消化掉丹药的药效，我再教你修炼。好。吃完饭后，夏风又叫夏琳过来查看了一次，确定丹药已经完全消化后，你的天赋很好，比我只差了一点点。我现在给你传输修炼秘诀。夏风说完，朝夏琳的眉心一点，把修炼秘诀全部传给了夏琳。哥，好神奇，我脑海中突然多了很多东西。你晚上好好研究一下，遇到什么困难再找我。好。而夏风回来不久，教皇就找了上来。出什么事情了？东方神仙出大事了，休斯王和暗黑灵受重伤，有鸟人下界了。鸟人下界？天使吗？是的，我有权杖，这才免遭遇难。他们说我有着跟他们同样的气息，这才放过我。先带我去看看他们的伤势吧。随后两人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，休斯王和暗黑灵正躺在地上，浑身的气息迷乱。夏风感受到一股来自仙界的气息，跟自己猜测的一样，果然是仙界下来的，不过应该不是本体，就是不知道用什么秘法下来的。夏风抹掉了两人身上的气息，没过一会，两人都苏醒过来。东方神仙，没事就好，现在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吧。我来说吧，他们是西方的天使，光明女神的部下，来下界就是为了选择神的代言人，然后寻找有天赋的人，全部带回去。然后你被选中了吗？我要是不同意，我们3人已经死了。这只是权宜之计，他们见我身上有着跟他们同样的气息，这才选择了我。东方神仙，老罗愿意做你的仆人，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我没有追究你责任的意思，继续说吧。他们选择我做神灵的代言人，说白了就是抓一些有天赋的人过去做实验，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？他们是怎么把人从地球带回红明大陆去？难道也有东皇钟这样的神器？这些鸟人现在在哪里？在梵蒂冈里。行，你们找个地方休息几天，到时我亲自带你们过去一趟。是。而夏风刚回到学院没多久，就接到了李老的电话。李老，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。前几天我还给你打过电话，你电话关机，我问了黄老才知道你们去了昆仑山。昨天刚刚出来。李老，这次找我有什么事情？哈哈，一点小事麻烦你，我想让你帮我教教我家那个小子，成天不务正业，想让他跟在你身边学习一下。周刚毅跟着夏风混得风生水起，李老也有些羡慕，打算为小辈谋点福利。可以，这是小事。行，同行的还有黄老他孙子，他们前几天已经过去魔都，我晚上通知他们一声，让他们明天去找你。可以，到时候让他们联系周刚毅就行。夏风，黄老交代过，随便打骂，只要不听话，任由你处置。这个我知道，李老和黄老的孙子想必也不用重锤。两人交谈一会就挂断了电话。你特么成天就知道睡，跟老子出去喝酒。大白天的喝什么酒？不去。我爷爷让我跟着你过来，什么事情也不说，成天在酒店待着，跟个傻子似的。黄老让他跟着李长河来魔都，说这是改变他人生的决策。你想知道啊？这不是废话吗？赶紧说。你爷爷和我爷爷就是让我们过来当舔狗。当舔狗？特么的，我们可是正儿八经的超级大少，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当舔狗。正经点，别特么满嘴胡说八道。说了你又不信，算了，懒得和你说。黄恒自讨没趣，只好回到自己房间。要是能当上舔狗就好了。他一直在等李老的电话，好几天都没反应，李长河也着急了。随后他直接联系了周刚毅，几人约好在假日王朝见面。而夏琳等人也刚好来到了假日王朝。好像挺久没来这里了，感觉往事就在昨天似的。当初还记得秦斗就坐在那个沙发上，吓得抽闷烟。别提了，都过去了。哎，我之前从左下角领到的手机已经发货了。我之前去过左下角啊，根本没有手机领，你是不是骗我的？不可能啊，我这边看到好多粉丝都领到了，他们总不会骗你吧？你打开我看看。你不是从我左下角下载的云上大陆吧？从别人那里下载应该也可以吧？不行的，从别人的下载是不能看到手机领取页面的，你得进我左下角专属链接下载注册上线才能看到领取界面。有领取页面了，这手机难领吗？不难，我左下角是内部极速链接，挂机都能升级，我只用了2天就领到手机了，首充8元，拿下满街神装和神级坐骑，一键清空商城，3天就能飙升上千级，苹果华为秒发货。行，我去试试，赶紧上去吧。于胖子订好了包厢。大家来到包厢后，于伟率先开口：灵儿好久不见啊。于伟和郑清雅本来住进了别墅，因为夏琳他们要去昆仑山，所以他俩又出来了。也没多久啊，才11天。度日如年啊。灵儿，我感觉你又变漂亮了，你是不是用了什么好的化妆品？其他人天天跟夏琳待在一块，夏琳有着变化，他们也看不出来。是吗？这难道是修炼后的原因？真的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灵儿一直都是这么漂亮啊，小雅你是不是故意的？
而这时黄恒正好路过，朝里面瞄了一眼。好家伙，5个天然的超级大美女啊！卧槽，你们猜我刚刚看见了什么？看见啥了？我看见5个美女，是那种超级漂亮，让人看了就有心动的感觉。凭你黄大少的实力，华夏的美女还不是任你选。硬要说实力，黄恒是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少。你怎么不邀请进来一起吃饭？你的王霸之气一路，美女还不蜂拥而至？刘立伟也顺着周刚毅的话嘲笑了一句。可惜啊，应该名花有主了。我看别人包厢里面还有好几个男的，哪里像我们4条单身狗？你有兴趣就去问问呗，大家认识认识也好，万一有机会呢？我们4人在华夏水雨争锋。也是，名花有主就算了呗，万一有一个能看上我们，你们陪我一起去，要丢人一起丢。黄恒说完起身，招呼着其他3人一起。我不去。一起啊，你们跟在我后面看戏就成，说不定晚上大家一起酒吧摇摆摇摆，毕竟爱去酒吧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差。走吧，那就一起去给他壮壮胆。这才是好兄弟嘛，我们4人难得聚在一起，今天就让你们看看哥哥是如何博得美人一笑。刚毅，你也跟着他闹什么？万一又碰见夏琳，你回去要跪到天亮。不会的，灵儿去魔都影视城了，不会出现在这里。而小王等人刚开完鱼尾的玩笑，黄恒就一脸自信的走了进来。各位美女帅哥们好，我是你们对面包厢的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来自……不用了。秦斗直接打断黄恒的自我介绍，而此时周刚毅3人也走了进来，瞬间傻眼了。灵儿，刚刚知道你们也在这里吃饭，我过来打个招呼。而李长河拼命的在扯黄恒，生怕他说出什么要命的话。没劲，我以为又是哪个不长眼的过来讨打呢，原来是你们啊！看到周刚毅出现时，他就知道今天这个脸打不成了。周刚毅，一起坐下吃点吧。灵儿，好久不见，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李长河舔着脸，舔狗的笑容都快表现到脸上了。灵儿，你看，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吧？好吧。于伟见状，又搬了4张椅子过来，大家一起坐下吃饭。直到周刚毅带着夏琳走后，黄恒才敢出声。你们2个谁给我解释解释，到底什么情况？我特么都要被憋坏了。要不是刚毅反应过快，你现在的脸都被打肿了。你特么在逗老子玩呢？李长河听后看了看刘立伟的脸，仿佛扇脸就在昨天。刘立伟说的没错，周刚毅反应快救了你，不然此刻你还跪在地上，让老子亲自扇你的耳光了。还有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们来魔都的目的吗？说，白天跟你说的，当舔狗，当夏琳的舔狗。就是刚刚那位女孩子嘛？为什么？我堂堂7尺男儿，岂会去当一个女人的舔狗？坚决不去。没有为什么，你要是不想去，就把这个位置让给我。好呀，你去当吧，老子才不去。要是真的能替代，你以为我不想去吗？估计你爷爷跟他打过招呼。算了，跟你说不通，你要是敢不去，你爷爷会亲自打断你的腿。而这时李长河的电话响了起来。我爷爷的电话。爷爷，我是长河。长河呀，明天你跟周刚毅联系一下，爷爷帮你安排好了，明天去别处找夏风，以后跟在他身边好好学习，你无条件听从他的话。爷爷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那就好。黄恒那小子呢？他在我身边，让他接电话，黄老要跟他说2句。黄恒，爷爷，我在听。明天开始给你送到夏风身边学习，他是爷爷都要尊敬的人，你到他那里后，一切听命于他，生死有命，我不会过问。知道了，爷爷。行，明天先去找周刚毅安排。我爷爷说要去夏风身边学习，这个夏琳是他什么人？他妹妹。那你们为什么要说当舔狗呢？不要问的太多，一切等你去了就会知道。特么的，什么事嘛？上楼睡觉去了。昆仑山脉上，一道人影冲天而起，立在空中，狂风闪电都纷纷避让。只见人影如一道闪电般的消失在昆仑山。快禀告上面，他出山了。此时，一座巨大的4合院中，坐着4位威严的老者。刚刚得到消息，他出山了。他的话一落音，大家都就知道这个他是谁了。他的存在已经不能用常人来定性了。此次出山，不管他干什么，我们应当全力支持。那如果他违法乱纪，我们当如何？老四，你太杞人忧天了。如果他真的这样做，5年前就不会舍身救全人类了。别说了，不管如何，他是我们华夏国的骄傲，也是华夏国的人。如果他有需要，华夏国全力协助。5年前，一个巨大的陨石朝星球快速撞了过来，所有高科技武器都使用了，却没能击碎这颗巨大的陨石。是夏风挺身而出，挡下了陨石，原因却被击散了。就要生死道消的时候，被昆仑山脉吸了过去。从此，昆仑山脉成了华夏国的禁地，一直都有驻军把守，因为他在那里。此时的夏风来到了魔都的上空，这次前来是为了寻找失去联系的妹妹。先生，你找谁？你好，我来请你们帮个忙。我跟我妹妹走散多年，我想通过你们帮我找到她的具体位置在哪里。年轻人，文职部门现在已经下班了，你明天再来吧。那你帮我禀告上面吧。
就说我来自昆仑山，上面知道了会帮我的。看到夏风谈定自信的样子，想了想，他还是去联系了上头。而这时，所有高层已经接到了命令，如果有一个年轻人自称是昆仑山来的，他有任何要求必须全力满足。喂，副局，门口有一个年轻人说是来自昆仑的，说有事要我们帮忙。你招待好他，我马上出来。说完就挂断电话，连忙跑出去把夏风接了进来，亲自陪同着夏风查询夏琳的住处，最终在魔都6环以外的一个公寓找到了夏琳。你们有什么事吗？灵儿。夏琳仔细一看，看到这穿着长袍的男子与自己记忆中的哥哥重叠在一起，兄妹两人有7、8年没见面了，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这是他哥哥。哥，别哭，哥回来了。内副局见自己的任务完成，也就告别了夏风。那你哪里来的长发仙人？卧槽，灵儿竟然进窝藏美男！别抢，他是老娘的，太帅了，太 man 了。这时看到满是弹幕的手机，夏琳才意识到刚才还没有关直播，而直播间的水友们已经吵翻了天。你们怎么回事吗？先声明一下，那是我亲哥，你们可别乱说话。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，今天就先不播了。灵儿别关直播，我们要看你哥。灵儿你开着直播别关，不要你说话，只要镜头对准大仙就行了。夏琳震惊了，自己有时候直播1个月都收不到这么多的火箭，这回哥哥一出镜火箭就没有停过。哥哥，我在直播，我的朋友们说很喜欢你，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呗。什么是直播？他一直在昆仑山修炼，这5年直播行业才正式兴起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直播。这是一个网名为国民老公的网友突然刷了100个火箭，直播间瞬间火爆了。弱弱的问一句，这是干啥呢？这么火爆？而这时夏风被夏琳拉着过来，要给直播间的水友打招呼。啥情况？怎么是个男的？我是来看美女的，溜了，啥玩意呀？男不男，女不女的。而同在魔都一间豪宅中，国民小王退出了夏琳的直播间。他原本看一个主播突然被推了上去，还以为是个漂亮妹子在直播呢，没想到是个男的，关键还比自己帅。爸，你刚刚是不是在一个直播间刷了100个火箭？是啊，什么时候刷100个火箭这样的小事情，你老王也要管了？你是不是还骂了一个年轻小伙？是啊，爸，你到底想说啥？李老亲自问到我的电话，给我打电话了。那个男子我们都惹不起，赶紧想办法去道歉。如果对方不原谅你，我们家真的要完蛋了。就骂了一句，竟然能让李老打电话给我爸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难道是哪位大佬的私生子？无奈他只能进去直播间道歉，并请求想明天请他们吃饭再当面道歉。哥，明天有个粉丝说请你吃饭，他之前在直播间说了你的坏话，刚刚特地来道歉了，还说明天当面赔罪，要去吗？看你的，你想去就去，你不想去，没人敢逼你去。这个世界上除了你，没人能够叫动我了，你开心就好。哥，谢谢你，你真好。第二天，两人受邀来到了一个叫假日王朝的酒店，这是魔都最大的酒店之一。王少、秦少，你也过来这边吃饭啊？秦斗是魔都4少之一，家境比现在的小王更胜一筹。圈子里聚一聚，要不要一起？不了，今天我请了一个重要客人吃饭。好，那有空再约。灵儿，这里。原来你真是国民小王啊，我还以为有人冒充呢。夏先生，对不起，昨天在灵儿的直播间冒犯了你，今天请你吃饭，特地赔罪。王少，这2位是谁呀？是我的朋友。王少品味可以啊，这么漂亮的主播也被你约出来了，不介绍介绍？滚！秦斗听后勃然大怒，他是什么身份？在国内还没有人敢这么明目张胆，直接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他滚蛋的。你他妈叫谁滚呢？秦少，消消气，消消气，都是朋友。谁他妈是他朋友？今天这事要不是看你的面子上，老子现在就给他开瓢了。秦少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他，他是什么身份我也不知道。不过从我父亲口中得知，我们家惹不起他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不然我还请他来这里吃饭吗？我昨天就是在他妹妹的直播间说了一句不男不女，被我爸骂得狗血淋头。今日特地请他们吃饭道歉来了。王少，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不与这小子计较了，下次可没有这么简单了。夏先生，对不起，刚刚一个朋友喝多了，出言不逊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算了，看在你今天客气的份上，就饶过他这一回。回去警告下你这朋友，祸从口出。3人到包间后，小王向2人推荐了酒店的招牌菜。整个过程夏风没说一句话，倒是夏琳和小王交谈了起来。爸，有什么事？你现在是不是跟夏公子在一起？对啊，你昨天不是让我赔礼道歉吗？位置发过来，李老要亲自过去，一会要跟夏公子见面。
老子问你话呢，哑巴了？我在，我请夏公子在假日王朝吃饭，你们要过来，那我在楼下等你们。小王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他现在害怕了，他连进去包厢的勇气都没有了，打算在楼下等着老王他们过来。秦少，过来一下。他跟秦斗的关系还挺好，大家是一个圈子里的人，有必要提醒下他。什么事？你闯祸了。刚刚你得罪了夏少，没有道歉。我现在郑重的告诉你，他是你全家都惹不起的。什么意思？李老从京都赶过来了，特地过来见夏少，现在应该快到了吧？王少，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。你觉得我会开这种玩笑来逗你？麻烦了，这下可如何是好？这时酒店门口出现了一大批保镖，打断了两人的对话。这些人一看就是内人，专门保护大佬的。接着便是李老被众人拥戴着走了进来，其中还有秦斗认识的魔都领导层，他叔叔也在其中。爸，我在这。李老，犬子在那边，在哪个包厢？李老好，各位叔叔好，夏少在天字6号包间。小王，麻烦你再跑一趟，跟他说我来了，想见他一面。李老此话一出，全场皆惊，到底是什么大人物，竟然让他见面还需要先通报？好，夏少，打扰你了，上面来了一个重要人物，说想要见见你。好，莲儿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要见个老朋友。好。夏风，几年未见，你还是老样子，我们老了。嘿嘿，李老您怎么亲自来了呢？你这个大救星出来了，我们这些老家伙不来看看你怎么行？李老，这是我们这群人的义务，大救星谈不上。黄老这次让我来问问你有什么需要我们提供帮助的，你是华家的大功臣，我们竭尽所能的来帮你。李老讲明了来意，再者也想试探一下夏风心中的想法，这样的人已经跳脱了世俗，不能用常理来度之了。李老，我夏风生是华夏人，死是华夏鬼，这次出事只想照顾我妹妹夏琳，我没有任何的要求。好，你有这份心我很高兴，今日难得高兴，陪我喝2杯如何？好，陪李老是应该的。莲儿，刚刚之前你们见过面的，这是我的一位好哥们秦斗。秦大少，我听过你在魔都的名气很大。先前跟你哥说话有些冲，在这里我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没事，我哥哥不会在意的。那就好，改天有空我请你们吃饭，算是赔罪了。秦斗在得到夏琳的回答后，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。在三人谈话之际，秦斗的叔叔也走了过来。小斗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灵儿，给你介绍下，这是二叔，你管他叫秦叔叔就行了。秦国明诧异的看了一眼秦斗，秦斗不会随便开玩笑，现在如此重视向一个女子介绍自己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你好，你是在跟我家秦斗处朋友吗？没，秦叔叔别误会。秦斗听后心里大惊，朝秦国明使了使眼色。小斗，你过来一下，叔叔问你一些事情。小斗，你刚刚给我使眼色是什么意思？是因为那个女孩子